所以你有这个上层的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在练下层的技术的时候，你才能感悟到啊，才有机会感悟到它跟上层逻辑之间的关联性，而不是一个技术的堆叠所以它不是八卦拳，你在练的所有的东西，它都不是一个技术的堆叠所以刚刚袁豪跟我提，好像最近最近教的东西有点什么，有点乱，是不是？啊？不是有点乱？不连贯。对，你如果单独看是可能会有这个印象，可你头脑里面有这个上层的逻辑，这个 map 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好，然后往前站一点。最近那个过些时候了，这个月啊，那个曾经来过的那个中医推拿的那个黄汉云医师啊，他要到马来西亚吧，他们有一个学术的论坛，他要去分享一下他学的这段时间，把八卦的抻筋拔骨的东西啊，应用在他的那个推拿医疗里面的效果，跟他的一些发现那这个当然相当好。那他做简报嘛，其中开始介绍什么是八卦拳的时候，他把那个稿先拿给我看嘛，介绍到什么是八卦拳，然后时间很有限，只能够一小篇，这个东西确实是很难介绍，所以他写的东西啊，不能涵盖什么是八卦拳这个题目所以我也跟各位提一下，就是很简短的，因为大部分的人讲到什么是八卦拳或者八卦掌的时候啊，都是从三皇五帝讲起或者从东海川讲起然后什么论这个东西，这对于一般人毫无意义。所以你介绍给不懂的人、没有练过的人、对国术没有接触过的人，讲这些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那八卦拳的如何介绍八卦拳是跟大家是有关系的呢？就是我给他一个很简短的，就是八卦拳是用后天八卦，因为他们都是中医嘛，所以大概知道后天八卦是什么东西，以后天八卦为依据关联，它是生理、医理、数理嘛。那生理是什么？生理的什么跟八卦有关系？就是生理的五脏六腑跟经脉这个是关联人体的生理。那医理是什么？医理跟八卦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后天八卦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四象跟五行。就四象加一个土，它就是五行嘛。所以中医里面的治疗的逻辑理论里面用很多五行生克的这个理论所以八卦拳在调整人体的时候它用到的医理也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的这个观念，这个东西结合到后天八卦，然后数理是什么？数理就是武术之理，就是武术应用的道理。那武术应用的道理是什么？就是归纳到什么？武术所有的应用归纳到什么？归纳到力量的变化
归纳到力量的变化。那人所有的动作力量的，我们可以用到的力量的变化，不同的方向，不出什么？不出上下左右进退，就是前后，不出这个啊，那就是你怎么从上变中，怎么从中变下，怎么从下变上啊，怎么从上变下，就是这种力量的转换，怎么从长变近，近变远啊，前变后，后变前，就是这个。那这个东西在后天八卦里面是在什么地方？还是在四象里？还是以四象为依据啊？所以说八卦拳它是以后天八卦为基础，相应于这个生理医理数理啊。那这个东西，这里面的这个东西这样介绍，这些东西跟一般的人才有关联。就你要健身强身啊，就是强调什么？强调人体的生理，就后天八卦跟生理的关系嘛。你要去调养身体，你自己调养或者帮别人调养，就在什么？就强调医理啊，医理跟后天八卦的关系。你要着重于打斗、防身自卫，那就是数理啊。那这个数理里面力量的转换变动，跟后天八卦的关系。所以基本上，如果要简短的介绍八卦拳的话，啊，它的基本内容的大纲就是这个。那后面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在练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如何达到那个，你如何达到生理啊，你生理的要求，如何达到医理的理解跟要求，如何达到数理的应用。所以后面的这些练的东西呢，都是理下面产生的数，用这些数来实现那个理啊。所以整个系统，它整个系统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啊。所以顺便也跟各位讲一下，就是简短的讲八卦拳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头脑里面就是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东西啊。所以你在练一个单一的东西的时候，比方我们练换掌式换掌式的一个动作出来，它必须包含这三个理。八卦拳里面的每一个动作出来都要包含这三个理，每一个动作。所以你有这个上层的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在练下层的技术的时候，你才能感悟到啊，才有机会感悟到它跟上层逻辑之间的关联性，而不是一个技术的堆叠所以它不是八卦拳，你在练的所有的东西，它都不是一个技术的堆叠所以刚刚袁豪跟我提，好像最近教的东西有点什么，有点乱，是不是？啊？是有点乱，不连贯。对，你如果单独看是可能会有这个印象，可你头脑里面有这个上层的逻辑，这个 map 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都是我练的这个东西是在这一块里面的什么地方，在这里的是这一块的什么地方。以前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我师父在教我的时候，或者老一派真正的传承，不管是教文还是教武，都是这个样子的。就那个老师，他头脑里面有一个上层的逻辑，有一块 map， 就是你是一个读书人，你要学成什么样子，要学什么东西。这个老师里面，他有一个
图的啊。那当然比较差的老师，他那个图可能比较小一点；比较好的老师，他要培养你做一个，比方讲做到宰相的时候，他头脑里的图就大。教武术的老师也是一样，有的他头脑里面的图是这样子，功能比较单一，方向比较单一；有的老师头脑里的图比较大啊，他要把你调养成什么样的人啊？有的老师头脑里面更大，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所以事实上，每个老师在教，真正的传统的老师在教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教我们东西的时候，我师父教我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边一点，那边一点，这边一点，那边一点，甚至有时候后面的东西把前面的东西推翻掉了，因为前面的东西的它那样子教法存在是为了什么？为了给后面的东西打好基础的所以他们头脑里有这个。那当我们学了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学了以后，到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到原来这些东西它整个串联起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你就那个图啊，你自己头脑里面就产生出那个图了。当我们自己头脑里产生那个图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练的是什么了。我们就知道，就算没有师父在，我自己也可以练。我自己要怎么练？什么原因？我知道那个图里面我缺什么？那个图还可以大，我应该怎么走？所以这个是以前教学的方式我相信你们学其他的专业啊，应该有这个体悟，是吧？你们学医的应该也是嘛。你如果各分别学东一块西一块，又学这个，你没有那个悟啊，感觉出来他们之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的活的，可以相互运作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结构嘛。直到有一天你突然了解了，哎呀，人体这样相互之间，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直在运作的这种活泼泼的东西，你才能把一个分布的学习的东西，整个在你头脑里面变成一个相互关联的一个很活的东西。有这样的体悟吗？我想其他的东西也都会了。那没有这个体悟的，他就一直停留在匠，就是他只会他学到的那个技术那你再钻研持续学习的人，他对这个领域的东西豁然开朗这个东西是我们教学跟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我在追求的东西比方我现在在学钢琴，学钢琴当然要学一些技巧嘛。可是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我不满足于那个，因为我不是要学那个，我不是要成为钢琴师演奏家，不是的。我要了解什么是音乐，我要了解什么是音乐。我学爵士鼓要了解什么是节奏你打很多的很多的技巧，你跟着节拍器打你都对，可是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节奏，你不懂，就是你没有那个感觉啦，没有那个感觉什么是节奏。你弹琴弹得很好，技术很好，可是你不一定有感觉什么是音乐你看很多没有学音乐的，那个唱山歌的，他们可能什么理论什么都没学，因为他们心里的音乐，他们心里有他们的音乐，他知道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所以技术在他们那个音乐的那个涵盖里面，它可以随便的变化。
那他们是从他们的环境里面得到的。从小在非洲长大的孩子，他打那个肩背，打那个非洲鼓，他从小就听，从小就打，他不知道什么是节奏，他不知道什么是全音符、1/4、4/4、1/8、16/1，他不知道。可是他就打了，他跟着心里的那个节奏感，跟他们要传递的讯息的那个模式，他就打了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个东西。那我们没有那样的环境，我们就要从树里面去找那个，因为后来那些东西他要教人的时候，他变化成树，他一定要变化成有形态、可示范、可学习的树，让后面的人来学习嘛。那我们知道有那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在学习树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不在树，而是要从树里面去找那个上层的那个东西当我们有了那个东西了以后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到这一门是什么，这样讲有懂吧？这样讲懂吧？所以刚才跟你们讲的是八卦拳的上层的思维，我们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上层思维底下发展出来的，让我们去理解那个就是所谓的道吧。道要怎么教？就它要变成树嘛，你成树才能去体会到那个道嘛。可是每一个树都是那个道的一点点的呈现，或者一点点的表达所以要从很多的树里面去体悟那个它共通的跟它整体要呈现的是什么，我们才能从树领悟到那个道但是树很吸引人因为道发展成树，就表示那个树是很吸引人嘛，才能让人来学嘛，所以才会学习的时候一辈子都在那个树里面，在不同的树里面跑来跑去，而永远不知道那个树的上面有一个道的存在那我个人觉得这样子学就有点浪费生命了因为树本身不值得学，它是树，它是方法一直在变，人不同了，时代不同了，方法就必须要变，所以方法它只是一个工具所以佛家讲它叫做方便法门嘛，它叫做方便法门。对，那些东西的价值就是学校的课本重要的是要引导我们去理解上层的那个道的存在。武术是一样的，尤其八卦拳、太极拳这样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是由道转化成术的，他们的发展是由道转化成术，它不是由术。有些武术是直接是从术发展出来的然后慢慢去结合跟他领悟的相通的那个道在后期的时候尝试把它融合起来的八卦拳、太极拳这种东西它不是这样，它不是的这是很多现代人很多人他不理解的地方，他不理解的地方所以就会对他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要求跟看错了好这个是提到的但是我们练任何的术带着不同的观念在练的时候这个术反馈给我们的东西就不一样，就会差蛮多的
这个给各位去参考啊。好，我们来。